2025款的比亚迪宋 Plus DM-i 已经上市了，价格很给力，13.58万元到17.58万元。我知道有很多网友很关注这台车啊，所以今天我们到比亚迪店里面去看看实车，然后最重要的是帮你们去问一些问题，比如新车订车要等多久啊？有没有优惠啊？新车的最低配车型卖不卖啊？以及老款是不是可以抄底？走，进去。来看一下展厅里面，2025款的宋 Plus DM-i 展车是已经到了，然后我们去找个销售去了解一下情况。好，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销售大哥，就是关于这台2025款的宋 Plus DM-i，其实还是有很多网友关注的，因为刚刚上市嘛。然后我今天就替网友来问一些大家特别关心的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你们有没有现车，然后订车需不需要等？这个车型的话，因为刚上市，目前的话部分车型是有现车的。部分车型。对，它后面肯定会大量铺设，大量铺设。现在的话是部分车型有。部分配置车型是有现车的。如果订车的话，像是其他配置车型订车需要等多久啊？大概？非现车的配置订车呢，大概在2到3周左右。2到3周左右。对。其实这个订车时间还行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订车的话，有没有一些优惠？车价方面，新款车型是没有优惠的，但是也是保留了比亚迪一些比较传统的上市权益，像充电桩呀、支持流量啊、云服务这些它都是有的。都是有赠送的。对，都是有的。OK。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新款的开卖了，你们店还有没有老款车型，或者是老款的车型还有没有一些优惠？这个肯定是有的。我们老款车型目前这个在库的现车，根据不同的配置、不同的这个车型，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优惠配置具体的话，你到店里面跟销售去聊就好了。听出来意思就是老款车型现在还是有一定的库存的，然后老款车型呢应该会有一些的优惠幅度。当然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你如果想去这个时候去抄底老款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到店里面去聊一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想问的就是，因为这个价格确实比较有吸引力嘛，13.58万起，那很多网友可能会担心一个问题，我就看中13.58万的最低配车型，能不能订，能不能买？当然可以啊，比亚迪所有的车型低配都是有车的。好，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了。我替你们问了，就是最低配的并不是为了刻意去拉低门槛的，是真的可以买的。OK。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台2025款的宋 Plus DM-i 它到底有哪些变化？其实，最主要就是3点核心变化。首先，第一点就是动力总成这一块，新款车型是用了比亚迪的第5代 DM 混动技术的，这个和我们之前买的比亚迪秦 L DM 就是相同的一套动力总成的。然后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更省油的。官方的亏电油耗百公里是3.9升，然后综合续航是超过了1500公里。当然，我看网上有很多媒体去参加测试的时候，油耗能够跑到3.2几升，所以在省油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毋庸置疑，你可以去相信比亚迪了。第二点变化就是这台车的底盘悬挂这一块，因为之前被很多人吐槽的3连杆结构呢，这次全部换成了4连杆，这个是全系标配的。顶配和次顶配车型上呢，还搭载了 FSD 阻尼可变悬挂。按理论上来说的话，新款车型它在整体的驾驶品质或者是它的乘坐舒适性体验等等方面都会有一定的提升。当然了，我们后面拿到新车的时候会做一些更详细的测评，大家记得关注一下。OK， 第3点变化主要是在车机系统方面整体的车机界面还有操作流畅度各个方面呢都是有提升的。比较大的变化呢就集中在这几个方面。我们先来说一下最推荐的2个配置车型首先第一个就是112千米的尊荣型，这套价格呢是155800，也就是整个全系的中间配置。因为从这个配置开始呢，它会配备有一整套的 L2 驾驶辅助系统，这个对于你跑长途、跑高速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除此之外，像前后防碰撞以及主动刹车这些主动安全配置呢，也都齐全了。那舒适性配置方面，像前排的电动座椅、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以及像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方向盘加热，还有空气净化器，这些都有了。再加上112公里的纯电续航，其实从家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配置很 OK， 而且配置给的是恰到好处的。我觉得买这款车型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的预算再多那么一点点，你还想要更长的纯电续航的，我推荐你再加1万块钱去买16.58万元的160公里的旗舰型的配置车型。因为这个配置车型呢，你的纯电续航已经来到了160公里，而且中控大屏呢从12.8英寸来到了15.6英寸，中控大屏尺寸更大了一些，而且在悬挂上是有升级了，配备了 FSD 阻尼可变悬挂。在其他方面的配置呢，和我们刚刚说到的中配车型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啊，另外有人说了，如果我的预算特别多，我就想买顶配车型，能不能买？那当然是可以了，对吧？你花更多的钱，享受到更多的配置是完全 OK 的。啊，再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最入门、最低配的13.58万的车型到底能不能买？它到底是不是一个摆设呢？其实动力总成、底盘，还包括它的空间等等方面呢，和其他版本配置车型呢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是75公里的续航版本。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缺失了哪些配置啊？首先，75公里的续航版本车型它是不支持快充了，而且买车也不送充电桩，这个你要注意了。另外就是主动安全配置上缺失，比如像主动刹车啊、前后防碰撞预警，以及一整套的 L2 驾驶辅助系统，这些都是没有的。那我们再来说说它有哪些配置。比如外放电功能啊、6气囊，还有行车记录仪、全景影像、定速巡航、无钥匙进入启动、LED 自动大灯、全景天窗，还有前排的隔音玻璃、折叠后视镜、12.8英寸的中控屏、全液晶仪表盘，以及主驾驶的电动调节、自动空调，这些配置全都有了。说实话，相对于13.58万的价格的话，配置真的不算低了，甚至都不像是一台最低配的车型。所以总体来说的话，如果你的预算不多，想买13.58万的车型的话，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性价比也是挺高的。OK， 那关于这台2025款的比亚迪宋 Plus GMI 呢，我们就聊这么多。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